从小就喜欢这个收藏，还是电影？这个是电影机，这个是捷克的8毫米的电影机，纸老虎，它比王猫还早。这是西门子的电影机了，20分、8分，这是一个公分牌，就是在特定年代使用的嘛。它是纯银的照片，拍这种照片嘛，一般是你要现做自己制作底片，就是一般的用材质会用玻璃或是铁板。非常有幸接到了采访拍摄的邀请电话，我们迫不及待地赶去采访，想把这位云南首位湿版摄影师、文化收藏达人、活地图的大师呈现在大家面前。因为也许再过几年，随着时间的逝去，这2个多世纪的前的影像技术，这些个老物件和文化藏品都会逐渐消失，也是人类文明的缺失。所以请珍惜这些影像，感受这岁月留下的沉淀。再次感谢您的观看，让文化得以延续，谢谢。昨天我们来到这个地儿，下一点雨是吧？然后我就用我的那个最有名的这个 logo， 啊，我每天都存它很多，然后给他留了一封信，啊，没想到昨天晚上他联系我了，我那么兴奋，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就赶紧驱车再来一趟，找到他去跟他聊一聊他的故事，说一说那些收藏品背后有些什么价，但我们说的不是经济价值，人情世故的价值啊。好嘞，现在我们去敲敲门，让他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哦，门一敲，哎呦哦，哎呀，老罗你好，哎呀，几位老师好，我想你很久了，今天特意来拜访你。昨天收到我的信啊，是吧？收到，我也很激动。昨天我看到了，我特意跟你联系啊。我发现你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来，我们就里边你跟我介绍介绍，好不好？行啊，顺便让老张也知道一些背后的故事。啊，来，我们把门先这么一关。好，老罗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吧。这里呢，其实是一个放东西的一个地方吧。我只是把它定义成一个仓。我就想知道你是从小就喜欢这个收藏，还是到了后期慢慢知道这个东西有价值，你才开始收藏？我是大概从读大学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在昆明上学的时候，经常去张光营旧货市场。一天应该是不是经常去，有一天不小心进入到里面，后来呢就看到了儿时的东西，看到这些好多有意思的东西，就喜欢。就喜欢买这个东西，那个时候也很便宜嘛，然后慢慢的就这个癖好就建立起来了，就越弄越多。那看来是花了不少自己的钱了，可能是长时间积累下来也是不得了的啊。当然这个东西整体来说它不算贵，都是贵的几块钱一样嘛，很便宜的，甚至也不要钱。但现在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它的价值了，比如说像这样的自行车、这样的小单车，你说现在我去收它，他不给你个几百上千，他不会给你的。如果你是放在一些平台上，可能就贵了。像我们基本上几十块吧，30-40啊，甚至有的时候在收废铁的地方，对，有些人高兴他都会给你家庭里面，不是很便宜。像有一些搬家，他直接就送给你了不要了就送给你了。那我这种东西啊。你喜欢了就喜欢了，不喜欢了就不喜欢了。像你做到现在这个级别了，就有人会打电话告诉你去哪里收东西吗？有呢，我认识一些好多那种叫一线收货的人，他们收到一些东西就加了微信发给我，要不要这个东西？我看一下，可以给我留着。已经有了渠道了。是的，待会儿我都还要去找一个人，他帮我收了一个老的那种电视机，50年代的50年代。对，50年代的，那太早了。我们家能有的也是70、80年代了。对，那种叫日立牌电视机、电子管电视机。我们云南产的山茶牌。还是云南产山茶牌。对，山茶牌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嘛。我们云南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体现嘛。东风亭是个什么意义？东风亭是我们义溪有一个水库叫东风水库，这个东风水库朱德元帅还来过呢，他在那里做了指示。为什么朱德元帅来过东风水库，来过义溪？因为义溪的李鸿祥将军，就是当时他朱德元帅就是李鸿祥将军推荐他去上陆军讲武堂的嘛，
所以说是他们还有一段这种缘分在里面。包括当时朱德元帅去日本的时候留学的时候，李鸿章将军还资助过他，所以后来解放以后，朱德还来昆明还看望了他好几次。就是我们一起的李鸿章啊，就是有个东风水库。对，有个东风水库，还去过那里。东风水库呢，它里面有一个，它上面有一个长廊，长廊上面有几个亭子，下面也有几个亭子，其中就有一个亭子叫东风亭。然后那个亭子在后来东风水库不是重新加固改造嘛，然后那亭子就被拆掉，然后我就路过那里，就在垃圾堆里面就见到这个牌子。哦，在垃圾堆里面把它被遗弃掉的，然后老罗把它收养了回来，现在成为了老罗的宝贝。东风亭也让我眼睛一亮，就看见它，就得问问他是什么个意语。这一问才知道，遗弃的孩子。是啊，总之这些东西都是，即使是一个很小的东西，它背后它都有一段故事在里面，或是一段长的故事，或是一段短的故事，丰富内容的故事，或是一个很简单的那种故事。老罗喜欢收藏，老天都眷顾他。被遗弃的东风亭都让老罗路过能捡到它，啊，这不得了。我最喜欢就是去看哪个地方拆迁，比如说是城中村改造，哇，那片都被这个推平掉了，或者说一个拆得一塌糊涂，哎呀，就去那边找了，还那里面就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了。那这个地方是个民居还是个？是个国民党收粮的地方。国民党收粮的地方。国民党收粮，你看墙上的他的那个青天白日旗都还在。茶水喝够，这不是碗吗？让老罗帮我们介绍一下它里面的收藏。待会儿我跟你们好好讲一下石老虎，让他先从这里嘛。啊，这些呢，我是喜欢收集老照片啊。老照片它是作为对社会发展以及那个历史啊，或是它是最直观的一种记录，它比文字还直观。所以我比较喜欢收集那种老照片，尤其是老照片后面还写着字啊，之类的那种嘛，赠给谁啊，或者是对，或是在哪里拍的，建成多少年啊，哈，是吗？比如说是像这一张，它是革委会成立当天照的，当然现在这个话题不好讨论，是吧？然后还有像你看那个民兵。当时民兵开了一个会嘛，一起谢民兵学习人员嘛，你看非常那种精神面貌，看上去就是那种精神面貌还好的。然后还有像这边这些啊，你看你随便看，像那个年代的人啊，那种精神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化妆，对吧？你看那种精神面貌，就是那种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面貌。这些呢是一些老的那种街道了嘛，因为尤其像记录街景这种照片是非常少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你看70、80年代及其以前，你说谁没事会拿着相机去到处对着大街？有摄影爱好者，但是那个时候需要胶卷也很稀缺，也很贵，就像你说的少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对，像这种老东西，这是一个铁铃铛，这是一块老木板。然后我就本来想找一些老的马蹄嘛，我经常去走那种茶马古道，我拍过几期，像南秦文化也拍过，就是法国人进来的时候走的一条路就是茶马古道。然后我就从那个受到启发，哎，我说当时我在这个老木板上就拿这个做一个，就是有一些马往这边走，有一些马往那边走，然后为什么这边比较多呢？就停留在这里，就是一个驿站。这就最原始的一个名字叫就是茶马古道了嘛。我走了好多，当然如果是有老的那马蹄铁就更好了啊。这个还是现在新的马蹄铁了。是呢。那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他就是专门搞马的嘛，他说他帮我收着。他经常就会有换下来的，是磨损的那种，那种生锈的那种就更好看了。像这个钟，它是明代的一个吧，它造型比较有特点，有点像一个官帽，是吧？像这个钟，对，明代对，像一个官帽。比如说像这其实它都有，它
背后都有故事呢。这是一个驻营地的一个有点像一个模子，我们一起老厂新品老厂，但是有一个营患嘛，也是从明代就开始开采了，它是就这种的一个模子，这种呢就是那个时候记录工分的一个工分牌，你看20分、8分，这是一个工分牌，就是在特定年代使用的嘛。10分，那时候在村子里面吃大锅饭的时候，和工分就是从这里来的了。但是我看到那个门牌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我是一个门牌收藏爱好者，但不是收藏爱好，我是门牌对收藏癖。哦哟，完了，这有一些门牌，完了，有没有100号？没有，这是一席老街的，这是最老的一个门牌，因为尤其是被老门牌就是这种蓝底白字，被要拆掉了，然后我就把它给收藏回来，把它给收回来。我最喜欢的，我也是喜欢这种门牌。我喜欢门牌。我那在昆明哪里有拆迁的村子，我也会去找了就给它卸下来，就反正他已经拆了嘛，他都不要了。对，那可能他们看着没什么价值，那这种有价值。但是这个匾字是当时昆明的一个酱油生产酱油的一个商号，叫崇宝斋。斋没了，对，只有崇宝。对，是一个残匾。昆明，然后我也研究了一下昆明的一些酱油的一些商号，现在一些好多，但是一些的酱油还是出名的。但总的来说，它是跟通海学的，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“清新姑娘河西部，通海酱油入风处”。通海酱油很出名，但是一席酱油呢，就是跟通海酱油学来的了嘛。像这种，我就跟你们讲一个最有特点的东西吧。像这些，你看像这些是老虎，石老虎，它比瓦猫还早。它是用在哪个地方？也是家宅的某功能差不多，也是镇宅辟邪。它是一般是也是在屋顶上，对，门头上，中堂，大部分呢有放在大门头上的，有放在中堂，就是中间那个大房子的，它不是有一个窗子拉开，有一个像台子一样的东西吗？有个台子凹陷进去，然后它就放在那里。对，它就像一个飘窗一样的嘛。它和瓦猫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同在哪里？瓦猫它是有流派的。比如说像一席瓦猫，就像一席瓦猫的造型像一个巫师一样，有2个胡子。然后陆良瓦猫呢，就抱着一个八卦。然后昆明瓦猫，它的丽江瓦猫和大理瓦猫呢，它的造型比较各个流派不一样，它的造型比较夸张。但是它每一个流派，它的造型都是一样。这就是瓦猫的特点了。也就是它的造型是固定的，但石老虎就不一样了。石老虎，你看我这里几10个石老虎，你就没有。你是不是找不出2个相同的来，甚至相似的都没有？相似的都没有，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了。这个东西很有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样子呢？因为它在制作之前，一般做石老虎的家庭制作之前，他要请一个大师来，根据你们家的情况看一下，我们家的老虎适合开烤还是适合闭烤要像什么样子